男人偷偷和女儿越过了界限，并且生下了一个孩子，却不料这件事竟被一只狗狗揭露了出来。当主人抓住狂奔的狗狗后，居然震惊地发现它叼的是一块人类的胎盘。接着俩人赶紧牵着狗寻找来源，最终竟在路边的垃圾堆里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婴儿。随后警方接手了这个案子，幸好婴儿的脐带被夹子夹住了，否则他早已流血而死了。而这个夹子竟来自一家咖啡店。紧接着警察对现场进行了勘查，除了发现包裹婴儿的是个床单、装胎盘的是件衣服外，就没有任何线索了。于是警方首先根据咖啡夹子找到了咖啡馆的老板，只是看两人的年纪肯定是生不出来孩子的，婴儿应该不是他们的。但根据老板提供的线索，警察很快找到了咖啡店外的一个流浪女人。哪知女人一看对方是警察，拔腿就跑，可这又哪能跑得了？然而令警察意想不到的是，女人正在怀孕期间还没生呢。但为了谨慎起见，警察带着女人来医院做了检查，结果竟发现她肚子里根本没有胎儿，肯定是被你丢了，差点就被骗了。本森立马准备将女人带走，不料医生却阻止了他，并解释这是一种罕见的心因性病症，才让未怀孕女子呈现出怀孕的所有迹象。她只是个想孩子想疯了的怪人而已。线索就这么中断了，案件一下子又陷入了僵局。正当警察打算扩大搜索范围时，马奇带来了重要消息：技术科清理出了包胎盘的衣服，上面的标志显示这是一件来自红浪漫会所的 T 恤，而那里是大学生经常消遣的地方。随后图图两人来到了会所。据酒保介绍 ，T 恤是拼酒大赛的奖品，每天都会发出去一件。而根据获奖者的名单，警方很快找到了那件 T 恤的主人，可是他却说自己的被前室友借走了，一直没有归还。然而前室友艾拉竟否认了这个说法，还装模作样的寻找了起来。不成想，眼尖的本森很快就发现咖啡袋少了一个夹子，这让他瞬间疑心大起。随后又检查了床铺，果然上面没有床单。Where are the matching sheets? 这下艾拉可是逃脱不了嫌疑了。随后他就被带回了派出所，但面对警方的质询，艾拉却装傻充愣，根本不承认自己怀过孕。谁知他这副毫不在意的态度，竟一下子惹怒了嫉恶如仇的泰勒。You chose to give birth. You chose to walk 6 blocks with them right past a firehouse. A hospital where under safe haven laws you could have just left them anonymously. Because you tossed them in the trash like the garbage you are. All those choices. How is that even an option? 没想到泰勒的愤怒咆哮竟一下子打动了队长的心，队长提醒他控制一下情绪，毕竟还没找到确实的证据。随后警方采取了拖延战术，一边本森陪着艾拉闲唠嗑不让他离开派出所，另一边派人抓紧采集他宿舍的痕迹，希望通过 DNA 比对来坐实艾拉的谋杀罪。可出人意料的是，艾拉的宿舍里没有半点婴儿的痕迹，他早就清理得干干净净了，根本做不了 DNA 检测。不料就在这时，艾拉突然感到身体不舒服，说什么也要离开。本森也没理由阻拦，只能一路跟着他不断苦口婆心劝说。可是艾拉就是听不进去，哪知这时意外突然发生了，艾拉竟然一下子晕倒了。不过好在本森就在身边，及时将她送去了医院，而这恰巧也是个机会，正好可以借此检查艾拉是否怀孕了。但不料医生竟拒绝回答本森的疑问，并理直气壮地表示必须保护患者的隐私。对此，即使警察也不能强求医生开口。没办法，本森只好忽悠艾拉说，刚才医生已经全说了。听完后，艾拉顿时破防了，老老实实交代了病倒的原因。Or the placenta was still attached to the uterine wall. I was septic. Could have died. 那你为什么不去医院接生？哪知艾拉竟然回答自己并不知道怀孕了，直到生下来的那一刻才发觉，于是惊慌失措之下才丢弃了她。而这个孩子也是被强奸怀上的，看得出艾拉也是个苦命人啊。本森不由得动了恻隐之心，不过这可惹怒了检察官，尤其是报纸已经刊登了出来，艾拉涉嫌2级谋杀未遂罪，但本森却没逮捕他，还要为他被强奸申冤。可就在这时，队长突然给本森泼了一盆凉水。刚才护士想起了一件事，1年前艾拉曾因为刚生完孩子来医院治疗，但却拿不出孩子来证明，因此医院报过警，也就是说他杀了那个孩子。 Nutcase is a serial baby killer. 善良的本森完全被艾拉骗了。为了查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图图俩人找到了去年接警的警官。根据他的描述，艾拉当时也声称不知道怀孕了，而且是个死胎，所以自己处理了。当警方找到尸体后，已无法判断婴儿出生时是否有呼吸，因为证据不足，也就没有立案，顶多就是行政处罚。马奇很疑惑，这么大事当时怎么也没登报？因为艾拉的父亲是国家议员，可父亲却声称自己并没有妨碍调查，而且早就和艾拉的母亲离婚了。现任也表示，艾拉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母亲生活去了，直到2年前才突然回到了这里。至于怀孕，当时也没看出来，还以为是学校伙食好所以胖了呢。而这一次也已经好几个月没看到他了。 Do you have any idea who the father or fathers could be? I did everything I could to get her to tell me the first time, but she said she was too ashamed. Just kept saying she was sorry. 那你能否想起有谁和他特别亲近？女人突然想起了一个可疑的人，那就是父亲的竞选经理。然而小伙子否认了自己和艾拉有关系，也拒绝做亲子鉴定。警方还不能对他用强，只能先行离开。随后就将出院的艾拉带到了派出所。在一片骂声中，艾拉仍是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但本森已经不会被他迷惑了。他希望艾拉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或许他也参与了谋杀，但遭到了艾拉的明确拒绝。他不能将男人也拉下水。尽管本森苦苦相劝，可艾拉还是铁了心要保住父亲。不料即使艾拉不开口，发达的科技手段也让孩子的父亲无所遁形。法医通过 DNA 比对，首先证实了艾拉确实是孩子的生母，不过却亲生的有点过头了。俩人的 DNA 相同部分过高，证明母子俩有着相同的父亲，其意思不言而喻，艾拉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父亲。 He's the product of incest. 这简直离了大谱。既然真相已经明了，本森毫不客气闯进了议员的家里，结果正好撞见他和艾拉在一起，看似是一幕父慈女孝的场面，而实则是男欢女爱。 Did you tell your wife that her grandson is also her stepson? 俩人的关系终于曝光了，妻子一时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Husband's been cheating on you with his own daughter. 妻子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死了。可即使真相已经大白，但艾拉对这段感情并不后悔，竟声称俩人是一见钟情，而议员也爱得相当疯狂。虽然一开始并不知道她是自己的女儿。 Well, how did you figure it out? Was it the first time you had sex with her? 显然这个不太好回答。这简直把本森恶心到了。 We couldn't help it. She's your daughter. I saw her as a woman, not as my child. 议员的爱情观还是很正的，一切都要为了爱情让路。但本森更想知道他是不是也参与了弃婴。不料议员给予了坚决否认，本森当然不会轻易相信。然而议员当下最想做的却是见见艾拉。本森本想阻止，可奈何议员具有律师职业权，警方无权干涉俩人见面。随后本森打算以乱伦罪逮捕议员，但检察官却泼了冷水。 It was consensual sex between adults. Adult incest isn't a crime? Not a sex crime. Under New York Penal Code, it's listed right next to adultery as an offense affecting the marital relationship. 只会判个缓刑而已，本森都要被气炸了。要不就指控议员谋杀未遂。 He has a solid alibi. We can't make him legally culpable just because we want him to be. 最终的结果就是议员肯定会脱罪的。本森简直接受不了，眼睁睁看着罪犯就在眼前却不能定罪，检察官也没办法，毕竟必须依法办事。但是可以起诉艾拉谋杀未遂罪，当然律师也早就准备好了帮他辩护。 艾拉表示自己虽然是优秀大学生，但却认不出自己生了个孩子，并认定他是活不下去的，于是就把婴儿给扔了。而这正是律师想听到了。然后又以心理学家黄博士作证，证明艾拉是患了产后精神错乱，理应被判无罪。但是检察官据理力争，出示了当时包裹婴儿的床单等物品，证明艾拉是有预谋的在处理痕迹，属于谋杀。然而艾拉只用一句“我不记得了”，就全部否认了这些。 I didn't even know I had anything in my hand until it started to feel heavy. And then I looked down and I saw it was a garbage bag. I sat it on a pile of trash and turned around and went to class. 显然一副精神错乱的样子。而当质询议员时，却出现了意外，他竟改口称是自己强迫了艾拉，明显是想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替艾拉脱罪。检察官当然不答应了，于是拿出了在派出所时的口供与他对质，但议员却坚称自己那时撒谎了，全部都是自己的错。看得出对艾拉是相当一往情深。很快庭审结束，陪审团宣读了他们的裁决：艾拉遗弃儿童罪不成立，因为她存在精神疾病或心理缺陷。 2级谋杀罪当然也不成立，最终艾拉被判关进精神病院，直到康复再出院。父女俩做了最后的道别，但检察官断定 I bet she'll have the hospital convinced she's cured in no time at all. Then back to Daddy. 既然已经结案了，本森还想试图探寻真相。他告诉艾拉，即使现在承认了也没关系，因为判决已经生效，不会再重审了。但艾拉还是不开口。 没办法，本森只好将自己的经历讲了出来。他就是被强奸生下来的，至今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也不受母亲的待见。果然，这一下触动了艾拉。艾拉感同身受，但还是不承认父亲参与了弃婴。不过很快就被本森的连环质问破了防，大喊是因为孩子生出来后叫个不停，吵个不停，所以我把他们都丢掉了。这时，本森也突然意识到了一个关键问题： Your first baby wasn't stillborn. 竟真的是被艾拉杀死的。 因为没人对第一个婴儿提起过指控，所以本森决定将这件事报告检察院，再次起诉艾拉谋杀罪。然而检察官又泼了冷水，即使控告了艾拉，估计也会像这次一样判他进精神病院的，所以基本没用。至于那个孩子，议员本想带走，但检察官颁布了禁令，不准他和孩子有任何接触，否则就逮捕他，以后孩子就归福利院了。议员永远也甭想得到自己的孩子，否则以后孩子的人生就毁了。至此，整个案件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